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平民的无差别袭击，国际社会不断对以施压。玻利维亚已率先与以断交，另有3国也召回驻以大使。随着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加剧，推动停火止战迫在眉睫。本月，中国出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中方表示将与各方，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加强协调，为恢复和平进程做出不懈努力。 据外交部消息，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重点就巴以冲突交换意见。王毅表示，当前加沙局势日趋恶化，民众伤亡数字不断上升，任何有良知、负责任的国家都不能允许这样的惨剧继续下去。中方支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更大范围、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到2国方案轨道。 巴德尔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秉持的公正和建设性立场。他表示，阿方与中方立场高度一致，认为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唯一路径，希望尽快重启中东和平进程。深圳卫视梳理发现，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王毅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沙特、伊朗、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等14个国家的外长、政要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进行了广泛深入沟通。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也相继访问了埃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约旦等国，出席巴勒斯坦问题开罗和平峰会，并会见阿拉伯联盟秘书长、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呼吁停火止战，避免冲突扩大。值得注意的是，王毅还在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的通话中表示，中方从1号起出任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将与各方，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加强协调，主持公道，凝聚共识，为实现冲突降级、保护平民、缓解人道局势、恢复和平进程做出不懈努力。 此前，巴勒斯坦问题联大紧急特别会议高票通过阿拉伯国家提交的巴以军事决议，呼吁在加沙立即实现人道主义休战。中方作为阿拉伯国家决议草案的共提国，在表决当中投了赞成票。中方将推动安理会立足行动，加强团结合作，提高权威和效率，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支持斡旋和外交努力，致力于缓和紧张局势。 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为维护共同安全做出积极努力。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时当地时间1号向驻联合国国际媒体介绍中方担任轮值主席的工作考虑。张军强调，巴以局势是本月安理会议程上最重要的工作，当务之急是推动停火止战，防止出现更多平民伤亡，防止出现更大规模人道灾难，防止冲突外溢。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中方将顺应国际社会呼声，同有关各方一道，推动安理会及时采取负责任、有意义的集体行动。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张军大使进一步表示，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停火止战而奔走，为重返和平而疾呼，与有关各方密切沟通，全力劝和促谈，推动局势降温。联大10月27号通过的决议获得会员国广泛支持，这为安理会下阶段行动提供了重要参照。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落实2国方案，针对当前局势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能背离2国方案，更不能强加于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未来应该由巴人民自己决定。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方还特意为安理会成员准备了一份纪念品，发明于2000多年前的鲁班锁。张军大使介绍说，鲁班锁就像和平一样，拆开容易，组装难；破坏容易，重建难。 It's composed of 6 pieces of wood. They hold up together tightly, and you can break it. You can break it easily by pulling out one of the 6, and then they break. They break. The problem is how to fix it. I have practiced for several days. I still have difficulties in putting them together.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and to cherish what we have before us. So once it's broken, you cannot fix peace together easily. We may also take it as the serious challenges ahead of us. It needs our solidarity. It needs us to hold each other up together, and then we have a more powerful strength to tackle
all the issues ahead of us. 据悉，安理会主席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轮流担任，为期1个月。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了一个10月27号已经通过了一个压倒性的决议，那么我觉得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的在这个问题上有越来越大的呼声和更大的共识，来达成协议，来停火止战。对于当事方、对冲突方来讲，也形成了越来越大的这种压力。中国担任安理会这个轮值主席国，还会继续的这个协调斡旋。我相信呢，越来越多的积极的、有效的这个方案将会出现的。以色列在加沙大打出手，也在引爆另一场外交战。玻利维亚周2宣布对以断交，哥伦比亚、智利、约旦等国确认召回驻以大使。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前2天规模空前的北京香山论坛落幕，因为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美国的代表这次呢都受邀出席参会。那么当时就有媒体在评论，北京香山论坛开辟了美俄代表当面角力的第2战场。那么对当下以色列战争内阁而言，除了加沙正在进行的空前血腥、死伤惨重的战事以外，那么以方至少也在面临着同等惨烈、后果严重的外交战、舆论战乃至经济战。甚至按照3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说法，以色列是在进行所谓的6线战争。那么这场战争是由非国家行为体、民族国家、社交网络、意识形态运动、约旦河西岸社会和以色列的政治派别来共同发动和参与的。那么需要特别强调，这场战争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并不遥远。新加坡防长黄永红之前在香山论坛大声疾呼，未来10年的区内最大安全挑战就在于必须要防止实体冲突在亚洲上演。那么这是在就战争战火的外溢效应来直接敲响警钟。《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标题说，中东战争扩大化的风险正在对脆弱的世界经济构成严重威胁。美报就引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因德尔米特吉尔他的分析称，无论国家贫富，世界刚刚走出3年疫情的震荡，也在经受着俄乌冲突的煎熬。那么此时以色列与哈马斯再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意味着脆弱的世界经济首次承受了双重能源震荡。那么战争通胀不仅会吞噬企业与家庭的购买力，也将会推高粮食生产的成本，加剧粮食供应的风险。那么吉尔就特别点名，埃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等发展中国家，尤其会受到无粮不稳的巨大的冲击。外交战同样如此，南美国家离中东、离以色列不可谓不遥远，但是玻利维亚打响对以外交战的第1枪。那么宣布召回大使的哥伦比亚、智利乃至约旦等国，在召回驻以大使之后，会不会也效法跟进呢？可以预料，加沙的这个战火多延续1天，以军大规模的战事对平民的无差别的杀戮继续突破底线的话，那么以色列势必越来越孤立，甚至会在外交战场沦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阻击对象。